妈，爸现在情况怎么样了？好，我马上到，马上到。先生，你怎么样？能听到我说话吗？怎么打不开啊？哎，你醒醒啊！喂，120吗？这出车祸了，你们快过来啊！撑住啊！120马上就来了，坚持住啊！医生说你活不过今晚。其实爸没事儿，那天晚上是我骗你，我给他们司机20万，真便宜，对吧？啊，你别怪我，江家就只需要一个儿子，当然是我这个陪了爸妈20多年了。哥，下辈子投个好胎。江辰，你命不该绝于此地。你本性纯善，天道有感，予你一次选择之机。此门通往一方新生时空，你仍是江辰，父母慈爱，家庭和睦，一生顺遂，将有贤妻娇儿。平安喜乐，寿终正寝，你可愿前往？此门是重回你命断之地，你将再活一次，但需直面所有背叛不公。亲缘凉薄，前路荆棘，你之仇恨我已知晓，然覆水难收。苦海无涯，未必能得到解脱，或反噬己身。你要选择哪条路？我要回去，我要回去。那些欺我、负我、害我的人必须付出代价。何必执着于此？你且看看另一条路上的风景。再做决断不迟。你看，选择新生，便可拥有洞悉先机的智慧。爸爸，我通关了。享受天伦之乐。再来一局。见证能人辈出。何必执念于仇恨，再入泥潭？正是因为见过这些虚假的光明，我才更清楚。那片黑暗有多可恨！我的幸福不应该建立在遗忘和妥协之上。我要回去，我要重新夺回所有属于我的一切。如你所愿，望你莫要后悔。3年前住的宿舍。2021年9月18日，我只是回到了被陷害的那一天。就是今天中午，江浩会在部门会议上发现丢失的采购合同，诬陷我偷买公司物资。江浩，这一事我不会让你得逞，你们等着接招吧。今天还是我那个好弟弟建议我，用全部积蓄给妈买限量包当惊喜的日子。你们想花我的钱，不配。哥，起床了吗？记得今晚妈生日，你早点回来。
我正跟爸聊工作呢，你也听听，学习一下。哎，对了哥，妈那个包你要是钱不够，我可以借给你，千万别买假货，妈的眼睛可毒着呢。我会准时到的。就是这份合同被江浩诬陷，是我偷卖给竞争对手的，成了我被赶出江家的导火索。好啊，既然你这么喜欢演戏，那我就好好陪你玩一下。开始汇报吧。小浩，你先来。今年第3季度，我负责的南区销售板块销售额增长30%，主要开拓了。哦爸，那个昨天法务部送来一份进口设备合同，我早上想核对数据来着，结果发现找不到。哦爸，你先别急，我给小王打个电话问一下。喂，小王，昨天那份合同呢？少爷，昨天那份合同我放您桌子上了。我上午看见江晨哥在您办公室门口晃悠。我，爸，我是去做财务报表的呀。哥，先别急嘛，那合同可能就是谁误拿了，但是毕竟涉及500万赞助，丢了还挺麻烦的。江晨，你真没看见？爸，我真没看见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昨天江晨哥问我，那个进口设备二手市场能卖多少钱？哎，不是我，哥，我不是怀疑你，你是不是缺钱给咱妈买生日礼物啊？你要是借钱，你可以跟我说呀，怎么能动公司合同呢？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你肯定是一时糊涂了，但是那份合同毕竟关系到公司下半年最重要的生产线，如果泄露给竞争对手，这可咋办啊？江晨，你到底拿没拿？爸，您觉得呢？怎么了？这么吵啊？妈，公司重要合同丢失，现在怀疑是哥哥。江晨，你怎么能这样？妈，你不问青红皂白就认定是我拿的，我还用问吗？你回来这3年惹了多少事啊？去年偷了你爸的雪茄送人，前年把公司的样品私自拿了出去，我给你说了多少次，把你身上那种市井小市民的习惯改掉。行了，我再问你一次，合同在哪儿？如果我说不是我拿的，不是你拿的，那怎么每次丢东西都跟你有关系呢？哎，爸，你先别生气，哥哥毕竟在外面长大的，有些习惯。正是因为在外面长大，这底层人都学坏了，这里就藏着不敢往前的臭毛病。爸，您说我跟底层人学坏了是吧？那我让你们好好看看，你们养了25年的儿子干了些什么。哥，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郝少爷，办妥了，合同已经放到江晨这里了。谢长，明天一定要在会议上突然想起，看到江晨翻我文件。好，明白，郝少爷。可是你哥，他也配一个在贫民窟长大的野种吗？按计划行事，之后给你分公司股份。好，明白。怎么回事？哎，爸妈，这是哥合成的，他是陷害我的。所以，去年我书房丢的那块劳力士，前年公司投标底价泄露，还有上年你妈首饰盒里丢的那条钻石项链，是不是都是你干的？小浩，你怎么这样呢？爸妈，我错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妈，哥回来以后，你们看他的眼神都变了。
我只是害怕失去你们啊！傻孩子，你担心什么？妈说过，你永远是妈的亲儿子。所以你一次一次的陷害江辰，就是为了巩固你自己的位置。老公，你别生气了，小浩只是一时糊涂，他太缺乏安全感了。哼，安全感？他敢拿公司500万的合同陷害他的亲哥，这叫没安全感？那你还想让他怎样？这是我们养了25年的儿子，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。妈说的对，毕竟养了25年了，我这种被养坏了的亲生儿子，怎么能跟你们的宝贝养子比？江辰，这件事儿是爸妈不对。不，你们很对。3年前我刚进江家的时候，我清楚的记着，妈给我买的第一件衣服，是一件打折的卫衣。就是那天，江浩收到的是一整套的定制西装。还有你爸，您让我接管仓库，转手就给了江浩一个分公司进行管理，所以会有今天这个结果，很公平。你想要什么补偿，爸都给你。销售部总经理，要不直接进董事会，你选。爸，您说的这些我都不想要，我想要的是再也不要听到“你已经被养坏了”这句话。江辰，你去哪儿？小豪都认错了，你还想让他怎样？我去证明一件事，证明我这个被养废的孩子，一样能让你们江家跪着求我。妈，我知道错了。小浩，妈不怪你，妈知道你是怕失去我们。给江辰打电话，让他回来。3年了，破地方，连个空调都没有。江辰，你非要闹成这样吗？小浩都下跪了，你就不能回来一家人吃个晚饭？今天是我生日。妈，您还是让您的好儿子江浩给您过生日吧，毕竟他更懂您，您也更爱他。先找个便宜旅馆住一会儿吧。如今已经离开了江家，算是完成了第1步。第2步，搞钱。哎，搞钱从哪儿搞呢？近期 A 股市场风格切换加速，消费板块出现回暖迹象。业绩分析，4季度可关注估值调整到白马股。股票。股票。2021年9月底，贵州毛州涨停。哎呀，涨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现在连1手都买不起。知道黄金在哪儿，连把最破的稿子都没有，我不会真的要苦逼的去打工吧？哎呀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小陈，小陈，妈，这套老宅虽然不值什么钱，但地段还行，你拿着，万一有个急用，也能应急。妈，照顾好自己，注意好你的胃。对呀，我还有养父母给我留的房产。抵押，这是我现在唯一的筹码了。
圈儿，你可想好了，这房子真要买啊？你要是判断错了，你怎么对得起叔叔阿姨啊？建国哥，你信我，你就信我这一次。我要是告诉你这事我100%有把握，那肯定是骗你的。但这事我有99%。哥，我这次要是错过了，我得后悔一辈子。行，这样啊，这个房子地段还可以，但是房子面积太小，然后还太旧。如果走内部加急评估，最多200万，然后利息也不低，分期1年。你可想好了？行，想好了，200万就200万。哥，帮我办个手续吧。还有，建国哥，我再跟你开个口。啥？如果方便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再借我20万。你放心，1个月之内，我连本带利我都给你。20万？那是我家全部积蓄，我媳妇儿那不得弄死我？行吧，哥，我也理解你们。哎，行，不就20万吗？我借你，我赌了。我赌我兄弟不是池中物啊！我跟你说，过去了，我给你办手续去。好。你好，我是江晨。你好，江先生，我是您的客户经理沈清月，请坐。您的账户已经开立完成。您之前电话咨询时提到大额资金入场需求，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风险偏好，提供一些资产配置方案。怎么打不开啊？你醒醒啊！喂，120吗？这儿出车祸了，你们快过来啊！你要撑住啊！120马上就来了。江先生，江先生。沈经理，毛州酒业现价多少？这份救命之恩我记下了，有机会定当回报。毛州酒业目前在121.3块左右震荡。江先生，您是想将部分资金配置于消费蓝筹吗？我们可以设定一些百分比，比如不超过总资产的30%，以控制。不，全部。220万，这个穿着普通的年轻人，一来就要全仓单一个股，典型的危险赌徒心态，得劝住。江先生，我能理解您看好某个标的的心情，但作为您的客户经理，我必须提醒您，全仓押注单一股票，风险是极高的。谢谢沈经理，你的建议很专业，但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这种眼神不对劲，太冷静了，冷静的不像是在做一个可能倾家荡产的决定。他哪来的这种笃定？这不是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更像是看到了某种确定的未来，荒唐。江先生，价值投资也需要考虑安全边际和买入时机。或许我们可以等一个更明确的右侧信号，或者至少分批建仓。时机就是现在，不需要分批的。沈经理，你直接走吧，合同里面写好责任自负。真的全买了？他疯了吗？还是我漏掉了什么至关重要的信息？哦，对了，沈经理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，你可以拿点现钱买一点试试，就当验证一下你客户的眼光。在说什么？让我也买点？
验证他的眼光。疯了，要么是他疯了，要么刚发的奖金我也买点试试。这边是，赵建国，你家卡上怎么少了20万？你把钱都花哪儿去了你？媳妇儿，这是单位，别闹。单位怎么了？20万又不是大风刮来的。你今天要是不给我说明白，我饶不了你。哎，媳妇儿，哎，不好意思啊。别碰我！几天的时间，220万本金在毛洲股上滚成了近450万。大国毕竟结婚了，他的20万绝不能让他为难。今天必须连本带利还清。赵建国，哎，媳妇儿，我错了，不是我钱没乱花，我借给小陈了。他炒股，急需周转，我就把钱借给他。炒股的钱你也敢借？脑子是不是进水了？媳妇儿，你轻点，轻点，哎啊，疼啊，媳妇儿。建国哥，嫂子也在啊。你俩这是玩？你这哥，嫂子，刚才我在门外都听着了，让你们担心了。我现在就把钱还给哥。过去了，您看到了没？30万，小陈，这嫂子，这里边20万是本金。建国哥把我当兄弟，我们这兄弟情分我能记一辈子。不是，晨儿啊，你这不是打我脸吗？我是那种贪图这10万利息的人吗？哥，我啥时候说过这10万块钱是利息啊？那是你投资的回报。再说了，让嫂子跟你一块担惊受怕，你就当赔礼收了吧。啊，我也谢谢建国哥毫不犹豫信我，咱俩这情分比钱重要。行了，钱收着啊，我先走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改天我请你吃饭啊。不是，哎，不是，这还差不多。妈，吃葡萄，甜吗？嗯。看着这葡萄啊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小浩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公司有什么事不顺心？不是公司的事儿，是哥哥的事儿。我本来不想说，怕影响大家的心情，但我实在是担心。听说哥哥把养父母的老房子拿去做抵押了。什么抵押？他有没有点良心了？那对夫妻好歹养了他一场，死了都不安生，还把人家房子抵押了。抵押多少钱呢？他拿这钱干什么呀？听说是200万，他拿这钱第一时间投了股市。造孽，真是造孽！我苏文清怎么生出这种儿子来？炒股那是正经行业吗？那是赌，那是败家。我们江家怎么会有这种逆子？我们江家的脸都要被他丢到太平洋去了。烂泥扶不上墙。妈，你也别太生气了，别气坏了身体。都怪我就不该多说。哎呀，哥哥可能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被外面花花世界迷了眼。他可能就只是想快速赚钱，证明自己。他呀，也不是故意气你们。小浩，这怎么能怪你呢？你也是为了这个家好，那可不成器的。他要是有你一半懂事，有你一半稳当，我和你爸做梦都能笑醒。不行，我不能看着他作死，把咱们老江家的名声搞臭。
江真，从现在开始，你立刻马上把股票都卖了。那200万的窟窿能补多少补多少，剩下的我补给你。然后把房子赎回来啊！说完了。嗯？不是，你这是什么态度？我现在在教你走正道，懂吗？那股市是什么？吃人不吐骨头。你以为你谁呀？你巴菲特呀？就你那200万，一投进去，连个水花都见不着，直接就打水漂了。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等人家把房子收走，流落街头，你再回到这儿，都没人理你。江晨，你听你爸的话，别再执迷不悟了，赶快回来，别再给我们丢脸了。江总，苏女士，我的房子，我的钱，我想怎么处置是我的自由。亏了我认，赢了跟你们没有半毛钱关系。另外，你们的好意我心领了，但是我的路我自己会走，不能费心。好，太好了，非常好。江晨，我告诉你，从现在开始，我没你这个儿子。你最好看见你的股票涨上天啊，否则有一天你落魄了，你就像一条野狗。你再回到我这儿，我会让你知道什么叫悔不当初。哼，800多万，涨了，807万，不，还在涨，810万，820万 ，yes！ 短短几天，我就从本金220万涨到1000多万，整整翻了好几倍。建国哥，晚上有没有时间？咱们一块出来喝几杯啊？好。1000多万，老王，现在该信我了吧？哎，刚才晨儿给我看了他手机，你猜他账户现在多少？1000多万，只多不少。啊？前几天那个毛州的股价，嗖的，像火箭似的往上升啊！天哪，你1000万，你这兄弟真是神了！那肯定的，这才是刚开始的小计划，他后面还有大计划呢。一会儿回去你提提，看看能不能让他也带带咱们，这比存银行买理财强多了。你现在又想投钱了是吧？啊？行，一会儿我跟他说说，反正都是兄弟啊。行了，我挂了。行。啊。几天，找我赚了1000多万，谁呀？这么大本事？最近怎么不接我电话？小陈儿，最近有点忙。你嫂子心眼就那样，忙也得你别往心里去，行不行？知道吗？哎，行。然后，以后我就跟着你干了啊！啊，有啥事儿你就跟哥说啊，好不好？哎，小信哥，没事。那我走了啊。行。哎，你哥你慢点。别。哟，这不是我那好哥哥吗？怎么不在你的大户室里面盯着看 K 线图，跑来这种地方体验生活？还是说，哦，知道了，是抵押房子那点钱，在股市里亏的差不多了，来这里借酒消愁，顺便傍上个富婆，捞点本钱回去翻本。废话真多。哎，好哥哥，弟弟这可是担心你啊，你怎么能不领情呢？看看你这个样子，这地方是你该来的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亲爹亲妈不要你，养父母给你留的那套房子也被你炒股败光了，难怪一脸苦相，是不是准备流浪街头啊？哎，清雪，你看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能力出众的好哥哥，江家的正牌大少爷。好不容易抵押了家当去炒股，
估计赔的裤衩子都不剩了。要我说呀，就是命不好，爹不疼，娘不爱，干啥啥不行，吃啥啥不成。瞪我，江晨，我说错了吗？江晨，你就是个笨。江晨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还轮不到你这个人渣去。江晨，你给我等着！江晨，我要帮你抓你！江晨，好了，江浩，别大声嚷嚷了，多难看呀！哎，清雪，你看见了，他就是个疯子。你刚刚说他把养父母的房子拿去抵押炒股，赔了个精光。对啊，千真万确。他股市里投的那点钱，早他妈赔光了，现在指不定在哪哭呢。可是我刚刚好像听到了点有趣的事情。什么事？刚刚有个人打电话说，他一个朋友最近在股市赚了1000多万，那个人好像就是你的好哥哥江晨。不可能吧？他怎么会啊？江浩，看来你这个哥哥也没有你想的那么废物，最起码在赚钱这块儿，好像比你还不错。啊，不是，这股市里面赚钱，今天赚1000万，明天就能亏2000万，这种来钱快的生意，来得快去得也快。你信不信？再过2天，他早晚赔的精光，比现在还要惨10倍。江哥，来了，有件事情需要你办一下。强哥客气了，只要钱到位，什么都好说。啊，我那个废物哥哥江晨最近有点不安分，这是他照片，晚点发给你。规矩我懂，哪里懂什么？他最近常出没城南那家证券公司，听清了，我要他1个月也下不了手。明白？3天之内给你消息。去吧。你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好特别的气质，像把收在鞘里面的刀。哥斯达黎加的音乐家系列蜜处理，我记得您上次提过，不喜欢太酸的。沈经理有心了。江先生，毛州酒业我跟着您投了50万，几乎翻倍，我该正式感谢。沈经理，市场给你的利润，你谢我做什么？不，市场每天都有波动，但能精准抓住拐点的人，万中无一。所以你今天不光只是道谢，外汇市场你关注吗？美日、欧债，您是指哪个方向？美日，下个月将会有一个预期差的小游戏，时间窗口很窄。做空美日，杠杆很高，才能捕捉这种短期波动。1比20。1比20，这风险简直是行走在悬崖边上啊！高风险高回报，当然，这呢只是我的个人操作。江先生，我有个问题，不知道方不方便问你。这么高风险、高杠杆的机会，理论上知道的人越少越好，但你为什么愿意告诉我呢？沈经理，你觉得在牌桌上面仅仅知道底牌足够吗？
您是指？有的时候，认识一个跟你契合的人，并且敢跟住的人，比底牌本身更重要，更难得。而且，我这个人本身呢，不喜欢欠人，尤其是机会。他欠我什么？我们之前根本就不认识。江先生，我明白了。这次，请务必让我跟随您的操作。我相信您的判断，不止于技术。你确定？1:20的杠杆，这就意味着股市里只要稍微剧烈波动一点点，你的本金就会消耗大半。确定。我手头还有100万的流动资金，选择跟您一样的杠杆比例。OK， 下周2上午9点，我会在那个时间操作。沈经理，你可以在同一时间建仓。谢谢你，江先生，给我这个机会。客气。爸，最近京城张少有个新项目，回报率相当可观。需要多少？5000万，我们投进去，1个月后连本带利，总共8000万。这么多？5000万，也不是个小数目。公司现在资金流挺紧张。爸，张少跟我说了，这个份额很多人都在抢，他也是跟我私底下关系好，才敢留下来的。老公，这么多年，小浩看项目什么时候错过啊？上次物流园那个投资，也是小浩牵的线，中了5000万。爸，你想想，这可比有些人拿着抵押房的钱去炒股靠谱得多，那才是真正的赌徒。我这怎么也算实打实的实业投资啊！哎呀，别跟我提那个逆子，他早晚会知道什么叫做后悔。小浩，快和你爸爸说说项目细节的事。老公，我觉得这个项目可以投，就当给小浩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。上次那事儿，孩子心里一直不好受。行吧，让财务准备一下，下周1转款。谢谢爸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。江先生，跟着您这2步操作，我赚的钱比我过去3年工资加起来都多。沈经理，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决定。如果没有您的指点，我绝不敢这样操作。江先生，我一直很好奇，为什么您每次看的都这么精准？这个吧，多想，多看，少听噪音。这个回答太官方了。不过，我尊重您的隐私。您今天晚上有空吗？我想请您吃个饭，表达感谢。沈经理如果真的想谢我的话，不如……您说。有人捅我们哥几个。17号派你们来的，你这样，他给你多少钱，我给你双倍。小子，晚了，道上的规矩，拿了钱就得干活。江山，别怪哥几个，要怪就怪在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。饶命！滚！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谢谢你。需要去医院吗？不用。对了，
我刚才看你身手挺利索的，你是军人出身？当过几年兵。那你来证券公司是？应聘安全顾问，他们说不适合应届。那你找到工作了吗？还没有。我冒昧的多嘴一句啊，你愿不愿意当我的私人安全助理？我现在就缺一个你这样的专业人才。那个，你的薪资我按市场最高价给你，再加奖金。试用期1个月，按照我的规矩，在工作中必须完全听从我的安排，在安全问题上，成交。江晨，秦月。喂，江浩。星雪，你现在手里头有没有闲钱？我手里差点缺口。你们家不是刚投了5000万吗？张少那边临时有个好项目，再多500万就能拿下，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。江浩，我没那么多钱。50万，50万就行。1周之后，我连本带利还你80万。我所有的积蓄就只有80万。清雪，你信我，这个项目比那些炒股的人强10000倍。这炒股的早晚得赔得精光，我这不一样，张少可是京圈大佬。行吧，那我转你。好嘞，清雪，那你等着，1周之后我一定给你个大惊喜。好。原来你说的帮忙就是陪你买衣服啊！我对穿着的品味仅限于得体、舒适，但你的品味我信得过。帮我挑几件衣服，要让别人看起来不像那种突然有钱的暴发户，而是真正的掌权者。先生小姐，你们好，请问想要西装、休闲还是大衣？你觉得哪种风格适合我接下来的商务会谈？这款条纹西装不错，剪裁经典，气场内敛。这件绿色西装适合多种场合。那我试试。这边请。好。特别好。这3套西装和我身上这一套全部打包。先生，您是说全部包起来？对。先生，您选的这4套服装总计128万6千元，我们可以为您申请最高级别的 VIP 折扣，并且送您品牌的定制衣架和全年护理服务。折扣不要，刷卡。好。哎，再看看领带吧。这个剪裁适合你。4套顶级男装，眼睛都不眨就全要了。这是江浩口中的赌徒，怎么可能有这种实力和运气？他身边的女士眼光毒辣，绝对不是普通角色。江浩，你到底瞒了我多少？看来我得重新评估一下，你是不是值得押注。接下来该做点什么呢？小陈，听说最近呢，上头有意开发城西那片老工业区，这可是个大机遇啊！啊，这事我也注意到了。您放心吧，我正在研究相关政策。好，来。
前是这个时候，不久后政府会开发城西那块地。喂，建国哥，明天上午9点来我这一趟。晨儿，我昨晚数了10几遍你发的那个截图，谢谢。愣是没睡好，我媳妇儿差点把我从床上踹下来，说我魔怔了。晨儿，你那个截图真的趴了1个多亿在账户上。江先生，恭喜。不过恕我直言，外汇市场波动极大，您是否考虑将部分利润落袋为安？毕竟1个亿不是小数目。我准备开一家公司，你们先看看再说。不是，晨儿，我现在没那么多钱呀。上次那30万，哥，你这10%的份额，从你未来分红里扣就行。沈经理，关于你10%的份额，你可以用未来3年的薪资来抵扣，或者现金入股，你自己选。江先生，我需要知道公司的主营方向。如果是继续高杠杆金融投资，我可能无法参与。我的职业操守和风控原则不允许。我不做金融。这地方连鬼都不去，那边全是倒闭的化工厂、纺织厂，但是地价倒是挺便宜。江先生，您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？你们觉得，为什么政府连续3年在财政报告里提到城市西进？为什么去年的城投公司收回了那块区域1/3的土地？还有，上个月，省级的环保专家恰好来到那块地，进行为期15天的土壤改良调研。晨儿啊，你就说，让我们干啥？城西高新技术开发区下个月正式立项，首批土地整理和核心区建设公开招标。这不可能！我在发改系统有同学，从来没。15天之后，这封文件会在市长办公会上通过，消息封锁很严格。做了前期调研那些专家呀，都签了保密协议。那你怎么会知道？如果我说我能预知未来，你们信吗？我信，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信。沈经理，江晨，这是我人生最大的一场赌博，别让我输。放心。5000万，整整5000万！我告诉你，江浩，今天你要是拿不出张少的抵押物，滚出江家！爸，我错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给张少已经打过电话了，他电话关机了，公司也人去楼空。我抓到他一个马仔，说那个项目根本就是假的，所有的钱都转去了澳门了。造孽呀！这是公司最后一笔流动资金。妈，你救救我，我也是想给家里赚钱啊！爸，都怪江晨，都怪江晨，要不是因为他，我怎么会想着急着做出成绩？事到如今，你还在推卸责任。我告诉你，江浩，5000万弄不回来，你给我滚出江家！我只当没你这个儿子。爸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最后再相信我一次啊！爸，我求你了，还给你机会。我得给你多少次机会？杨成，你要打死他吗？这是我们的儿子，我们养了25年的儿子，你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爸，
我听到一个消息，千真万确的消息，这次我一定能翻盘。又一个消息，你那个张少的好消息啊，已经让江家赔了5千万。爸，这次不一样，是政府层面的消息。下个月，我听说政府要正式立项开发高新技术开发区，首批土地整理招标就在月底。你想，中心那块地现在多少钱？才3000块，到时候消息一公布，转手就能赚3倍，不，翻5倍。如果我们现在就拿下来，拿下来，怎么拿？那账上有多少钱？你不是不知道。哎呀，我们先把江氏大厦抵押了，还有这栋别墅，只要我们有9个亿，转手就能赚3个亿，不，5个亿。抵押大厦，小豪，你疯了吗？妈，我没疯，这借下那可是黄金地段，到时候我们不仅能填上5000万的窟窿，还能大赚一笔。爸，你再相信我一次，这次绝对不会失手。如果我再失手，我就从江家跳下去，绝不连累江家。明天上午9点，我的消息和方案来办公室找我。谢谢爸，妈，谢谢你还愿意相信我。傻孩子，妈怎么会不相信你？你永远是妈的好儿子啊！妈，你个老东西，等我拿下这块地，看你还敢不敢跟我这么说话。哎，清雪，我跟你说，等过2天我们项目回款，到时候不仅把那50万还给你，我还给你100万当零花钱。那项目真能成？当然能成了，那项目可是我押上全部身家，到时候消息一公布，咱家至少能赚这个数。到时候别说100万，你买栋别墅都行。就说这种话，上周说还我80万，现在连本金我都没见着。好，那就好。等过2天，把你看中那保时捷定，怎么样？哎呀，我还要工作，你赶紧去忙吧。先生您好，想看什么？成衣西装，商务款，深色系。好的，我们刚到一批意大利面料现货，版型非常好。帮我拿一件52码，谢谢，我试试。好的，先生，我去给您拿。要我说，江晨，哼，他那种人也就配炒炒股当个暴发户。清雪，你是没见过，他以前在江家那副穷酸样，现在有几个臭钱，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。我告诉你，他那叫小人得志，长久不了。他那点钱，炒股估计早赔差不多了，要不然怎么能没见他出来消费啊？肯定就是被套牢了，要不就是赔光了，说不定躲在哪个角落哭呢。好了，江浩，这是公共场合，别说了吧。公共场合怎么了？我说的就是实话。江晨他就是个什么呀？哟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了。这不是我那好哥哥，西服，找工作，面试。哎呀，弟弟，我们公司啊，最近缺几个仓库管理员，他们工资虽然低了点，但是正经，至少稳定，免得哪天赔光了又得居住桥洞。经理，你好，先生。你们这家店铺是独立运营，还是商场统一管理？是商场统一招商管理的，先生。你们这个品牌在这一层还有别的品类吗？有的，先生。隔壁还有我们品牌的鞋履店和配饰店。陈经理，我是江晨，我现在在你们商场里4楼，我想买点东西。江先生，你需要什么？我马上安排。不用安排，我就问一句，这个品牌的区域，所有的店，包括西装店、鞋店、饰品店，以及我待的这家店面，里面所有的东西，全部打包起来，总价多少？我现在付出。
江先生，是全部所有现货吗？对，全部，包括你们模特身上的那些。10分钟之内，我要看到总报价和打包方案。好，江先生，您稍等，我马上店长过去。江晨，你以为花几个钱招几个演员我就信了？把我当傻子呢？你知道这些店加起来有多少钱？至少上千万。你炒股挣的那点钱早他妈败光了。你好，江先生。我要的方案准备好了吗？江先生，已经初步统计完成。本品牌在该区域的4家店铺，所有的在编物品、橱窗陈列以及部分可出售的非卖品，共计1286万。陈总说了，给您最高级别的优惠，我去领投，一共1200万。您看。好的。密码6个8，东西全部打包好，给我送到江山别墅1号楼。江先生，开经商好。行。好的，江先生，照顾好自己。江晨，再有钱有什么用啊？你瞅瞅你，孤家寡人，身边连个知冷知热的人都没有。啊，不像哥们儿，哥们儿有清雪，我有女朋友，要身材有身材，要模样有模样，对我死心塌地。除了那几个臭钱，你还有什么呀你？啊？死心塌地。杨清雪，现在立马跟我这个弟弟分手，我马上给你转100万。江晨，你别这么做，你是不是炒股炒出幻觉了？100万就想让他跟我分手？你知道我们感情有多好吗？江浩，清雪，他疯了，他挑拨我们的感情啊！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，我们分手吧。说话算话吗？手机。到账100万元整。江晨，你给我等着！你给我等着！江先生，干嘛？您刚才挑的这些衣服还要吗？我还要个屁呀！他把整栋楼都买下来了！操！江晨，等等。江晨，我想跟你谈谈。钱我已经给你了，我们俩清了。不是钱的事。江晨，我想跟着你。我知道我就是个普通家庭，在奢侈品店打工，之前还瞎了眼跟着江浩那种人。但是我很清楚，我知道我想要什么。你想要什么？我只是想要过更好的生活，我不想再为了几千块钱看客户的脸色，我不想再被江浩那样的人拿去当做炫耀的工具。江晨，我知道你跟江浩不一样，你有眼光，有本事，你是真正能干大事的人。你让我跟着你好不好？我跟那些花瓶不一样，我不贪心，我要的不多，我可以帮你打理生活，我可以学东西。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。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贱？为了钱，可以转头就把跟了几年的男朋友抛掉，反过来就攀附你。杨清雪，我不需要保姆，也不需要情人，更不需要一个为了过更好的生活把自己当作筹码的人。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想追求更好的生活，我觉得这是对的，但方法有很多种。你现在手里有100万，这是你自己选择出来的结果。杨清雪，不要老是想着去依附别人，在这个世界上，
没人可以靠得住。那你告诉我应该怎么做？我一个女人，我在这里没有背景，没有人脉，除了有这张脸，还有这点心思，我什么都没有。什么炒股、投资，我一点都不懂。那是你们男人的游戏。城西工业区那边有很多待售的老房子和地皮，价格很便宜。你信我就买，不信的话，不用这样吧？这地方安保级别很高的呀。安保系统是人设计的，也可以被人破解。我的职责是把任何风险降到最低。专业，以后这方面听你的。另外，江总，从明天开始，您所有的公开行程，请提前1个小时通知我，我需要时间做路线评估和预案。秦月，有你在，我确实可以更专注于棋牌上的事。这是我的工作，让您安全，我才有价值。城西老工业区，那种鸟不拉屎的地方。80万积蓄，加上100万，180万，共。喂，李哥吗？是我清雪。哦，我记得您之前是在做房产中介是吗？我想问问城西老工业区那边还有没有在售的老房子和地皮？越便宜越好，面积越大越好。钱我有，180万全款。我确定。今天就签合同，越快越好。小浩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怎么了，我的儿子？谁欺负你了？快跟妈说说，是不是公司的事不顺心，还是你爸又说你了？妈，我没用，我给咱们江家丢脸了，我连自己的女人都看不住啊，妈。女人？清雪啊，怎么了？你们吵架了？何止是吵架呀，他跟我分手了。分手？为什么呀？你惹他生气了？不是我，是江晨。我今天去商场找清雪，碰见了江晨。江晨也不知道从哪弄出来那么大一笔钱，一副暴发户的嘴脸。他看见我和清雪在一起，他就嘲笑我，说我靠家里，说我是废物，说我不如他。结果他就拿出一张卡对清雪说：“你只要跟他分手，这100万就是你的。”他就这么轻飘飘的拿出来，砸在了清雪的脸上。妈，他哪是打我的脸，他是打我们江家的脸，打您的脸，把您的脸按在地上摩擦呀，妈。清雪一开始是不愿意的，她对我是有感情的，可耐不住江晨不依不饶，他用钱砸，用话激她，清雪。他被逼的没办法了，他就拿着钱跟我说江浩，我们分手吧。妈，我的心真的好痛，我痛的不是他离开我，我痛的是我们江家怎么就生出了这么个六亲不认、专抢弟弟女人的畜生啊！反了，真是反了，这个孽障！小浩，你等着。妈给你出气去！哼！江晨，谁呀？江晨，你给我出来！江晨，我知道你在家，开门！江晨，你这个畜生，你还是不是人啊？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白眼狼啊！
在外面学了一身下三滥的坏毛病，现在有几个臭钱了不起了是吧？连自己弟弟的女朋友都抢，江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小浩他是你弟弟，你怎么能这么对他？他做错了什么？不就是上次合同的事吗？他都跪下来认错了，你还想要他怎样？现在连他女朋友都要抢，你是不是非要逼死他你才开心啊？笑！你还敢笑？我告诉你啊，江晨，你赶紧找清雪把钱给我要回来，再去给小浩磕头认错，否则我就当没生过你这个儿子。说完了。什么态度啊？第一，是杨清雪自己选的戏，也是她自己提出的分手，我既没逼她，又没打她。第二，江浩是你儿子，不是我弟弟。第三，你有时间在这里跟我大呼小叫，不如现在立刻马上去问问你的好儿子，他投资给张少的5000万追回来了吗？顺便再问问他，你们江氏集团下个月还有钱发工资吗？你怎么知道？你胡说！没什么事的话，我要休息了，请回吧。小陈，你心怎么这么狠呀？我是你妈，我怀胎10月生下了你，你就这么对我？啊？慢走。行，江晨，你行。清月，明天拍卖会你陪我去一趟，到时候我开车来接你。明天拍卖会你陪我去一趟，到时候我开车来接你。江总亲自当司机，那我可得盛装打扮了，不能给陈琼资本丢人啊。穿正式一些，明天可能要见几个人。没打扰您休息吧，江总。没有，有事。江总现在可是身家过亿的钻石王老五了，盯着您的名媛千金都能从城东排到城西了。我这个临时女伴不得提前做好功课啊。沈经理，你什么时候对老板的私生活这么感兴趣？不是对老板的私生活感兴趣，是对江晨这个人感兴趣。毕竟，在1个月内能用200万本金，在股市和汇市翻出上亿利润的男人，很难不让人感兴趣。我很好奇，这样的男人生活中会是什么样子，喜欢什么样的女人？沈清月，你是一个很优秀的合伙人，头脑清晰，眼光精准。所以呢？所以别做那些可能让我们合作关系变得复杂的事情。所以江总这是在拒绝我喽？我在陈述一些事实。明白了，江总是怕办公室恋情会影响判断，还是单纯对我这个人没兴趣？沈清月，你很聪明，也很漂亮，但现在的我没精力，也没心思去处理工作以外很复杂的关系。工作以外，也就是说，工作以内我还有机会，对吗？早点休息，明天见。
没时间，没心思。江晨，我们来日方长。明白，老板。明天见，保证不迟到。江总，根据我收到的风声，今天至少有3家1线地产公司和2个本地财团，是冲着城东的3号地来的。起拍价5亿，成交价预估会超过12个亿。所有人都押宝城东，江晨却要孤注一掷压城西。担心了？我只是在做风险评估。江总，我们账上能动用的资金，扣除必要的运营和预留，最多1亿2千万。如果真像您说的，开发区在城西，这个价格当然简陋。但如果消息有误或者有变数的话，那这1亿多就……好了，相信你的老板。哟，我当是谁呢？哎呀，这不是我的股神好哥哥吗？怎么，最近赚了点钱，打算来拍卖会见见世面？你，老弟，我记得拍卖会的门槛是保证金，不是出身。看来我们江家2少爷最近筹到不少保证金，总比某些人拿抵押房炒股强吧？今天这玩的都是真金白银，动辄上亿。你赚的那点破钱，够叫几次家？别待会儿举牌举不了几次，让人看了笑话。按这块地图，而且那边价格可以。各位静一静。本市第3次国有建设土地使用权拍卖会，接下来呢是拍卖会的重头戏之一，编号 HT2021-003 号地，位于城东新区，占地面积150亩，规划用途商业金融，起拍价5个亿，每次加价不少于1000万。现在竞拍开始。5亿1千万，5亿3千万，6亿，7亿，7亿，涨得好快。我们8亿2千万，再不出手就没机会了。城东啊，那可是8亿3千万，好，8亿6千万。9亿6千万，9亿7千万，9亿7千万，还有没有出价更高的？9亿7千万，第1次。快放弃，快呀！好，不要再加了。9亿8千万，小浩，不能再喊了，这个价格已经超出我们的底线太多了。我要赢，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这块地拿下来，让江城看看谁才是真正的江家继承人。小浩，小浩，血钱池，4个亿，10亿。98号竞拍者出价10亿，太高了吧！10亿第1次，10亿第2次，10亿第3次，成交！恭喜98号竞拍者。看到了，暴发户。接下来是本次拍卖会的最后一块大宗用地，编号为 HT2021-007，位置于城西旧工业区，占地面积200亩地，规划用途暂定，起拍价5000万，每次加价幅度不低于500万。现在开始竞拍。拍这个地方干嘛？种菜都行。恐怕是流拍了好几次了，
这次拿出来凑数，白送我都不要。开发成本太高了，没价值。 5000万，有人出价吗？5000万，有没有人出价5500万。6000万，7000万，8000， 9000万，9000万，这是我最后一手，再出价我就不要了。 9000万第一次，9000万第二次，9000万第三次，成交！恭喜66号竞拍者。这就是我的那个好哥哥，炒股把脑子炒坏了。城西这块烂地给狗，狗都不要。 9000万，扔在水里还能听见个水花。我敢叫价，你就真敢跟。恭喜你，我的好哥哥，9000万买了200亩荒地，好坦，好拓土。大家鼓掌啊！本次拍卖会到此结束，感谢大家的参与。 江辰，你以为你赚了点快钱就能翻身了吗？看看你买的这是什么玩意儿，一堆破烂垃圾！我告诉你，你永远都是那个在贫民窟长大的野种，就算有几个臭钱，你也洗不掉骨子里的穷酸和下贱。这块地就是你的坟墓，我就看你怎么把它变出花来吧。江浩。 你，江浩，我希望你能记住你今天说的这些话，也希望你记住，你花了10个亿买成都那块地。希望1个星期之后，你还能笑得这么开心。我们走。 那种地方有什么发展？10个亿买下成都，我才是赢家。10个亿，江浩，谁给你的胆子，敢喊到10个亿？我们的底线明明是9亿9。爸，当时那种情况，我要是只加到9亿9，对方有可能跟到10个亿啊！我这也是破釜沉舟下退的。你看，这事不是成了吗？这个地块最高估价也就是8亿5左右，而且在1周之内必须支付30%的首期款，也就是3个亿。你怎么敢喊10个亿？爸，您别急呀，这消息到时候一公布，立马翻1倍。我们不仅赚10个亿，有可能是20个亿，我们至少赚10个亿啊！你最好保证消息100%的准确，要不然，爸，消息来源绝对可靠，晚上停电。刚才真是吓死我了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担心我判断失误，把公司拉入深渊？是，江总，我们现在账面上现金不是特别充裕，这块地如果短期内无法变现或者产生价值，资金压力会很大。而且江浩那些人在背后大肆宣扬，说您人傻钱多，让他们说就好了，舆论代表不了结果。清月，你信因果吗？因果？因果就是有些人种下了因，就会得到什么样的果。就像江浩，当他今天签下了10个亿的合同的时候，就代表着他已经种下了一个他承受不起的因。
而我们只是静静等待那个果成熟。那我们现在需要做什么呢？筹备资金，办理交割，然后等。等什么？等一阵风。一阵能把江家吹垮。干杯啊！浩哥，牛逼，10个亿眼都不眨，这才是江少的气魄。低调，低调。城东那块地，妥妥就是下金蛋的鸡。等开发区一建，您就是咱们市地产界的新贵，到时候别忘了带带兄弟们。兄弟，好说好说，跟着我江浩，有肉吃。哎，不像有些傻逼花他妈9000万买城西那块垃圾，你们说脑子是不是有问题啊？啊？浩哥，你说的是你那个哥哥，听说是个炒股的暴发户。什么哥哥呀？他就是个走了个狗屎运的臭傻逼。哎，你们今天是没看见，在拍卖会，哥们儿10个亿砸下去，他眼睛都直了。最后没办法，只能捡城西那块垃圾。他妈的，笑死我了！哎呀，浩少，他哪能跟您比呀？来喝酒。真乖啊！来，喝酒，预祝我江浩以后飞黄腾达。来，哎，晨儿，这地方真能行？我怎么心里没底呢？啊，这全是破厂子，路都不通。建国哥，你觉得 CBD 那边的夜景怎么样 ？CBD 很好啊，亮当然的。我敢说，很快，城西的那个地方会比那儿还要亮。行吧。啊，哎，对了，还有个事儿，杨清雪这个女人把180万全投到咱们城西的那几个小破房子，还有一块宅基地，就在咱们地块往南2公里。她今天还突然问我，说咱们有没有内部消息。我看啊，她是把宝全压在你身上。她倒是敢赌。那可不是，一个女人，她是不是对你有？她只是对钱比较执着，与我无关。这就是咱刚拍的城东那块地，怎么样？可以吧？这边在干什么呢？这是重大发现。从已暴露的纹饰和规格看，这很有可能是汉代侯爵以上的墓葬，保存如此完好，在全国都是罕见。专家，这座古墓的发现是否意味着这片土地的建设要停止？根据文物保护法，任何在施工中发现重要文物遗迹的情况，都必须立即停止作业，保护现场。什么？停止？凭什么停止？我们公司花10个亿买的。你停下试试！一切有停止！停下试试！处理方案等待市政府通知。完了，这完了。先生，鉴于 HT2021-003号地块发现重大文物遗存，经省文物局、国家文物局专家组联合鉴定，确定为汉代列侯墓群核心区，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。为实施永久性保护，依据相关法律法规，现决定对该地块实施强制征收、收回国有、收回补偿价格，参照地块出让前最新评估价值，8亿元人民币。8亿！光手续费、利息、违约金就不止2个亿，他们现在8个亿收回，凭什么？这不是抢劫，这是什么？少爷，这文件上面写的，这是出让前的评估价。我们当时拿下的价格10亿，是市场竞争价得到的，远高于评估价，所以溢价部分无法作为补偿依据，并且这个文件是省里直接下的，我们没有回旋余地。
土地款10亿，还有我们初期投入的设计、勘测、人员费用约5000万，加上资金拆借的利息和即将到期的部分短期债务。如果我们能够拿到8亿的补偿的话，我们的净损失也至少在2亿以上。2亿？怎么会这样？小浩，你不是说小弟绝对可靠吗？你不是说绝对赚不赔吗？现在怎么办？江家垮了！怎么会是古墓？完了，江家完了。还有一个新的消息，城西新区被规划为新的核心区，预计投入要达到50亿。城西，江辰的地就在那，9000万买的。畜生！你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畜生！别打了！这个一买了个墓，别打了！你拱手让给了那个逆子！别打了！我打死你！老公，你别打了！小浩他知道错了，肯定是张少骗了他。对，是江辰，一定是江辰搞的鬼。他早就知道我们的事，是他故意陷害我们。呸！慈母多败儿，从小你就护着他，惯着他，现在好，江家的基业全都坏在这废物手里。还有那个逆子，江辰。老公，你怎么了？老公，怎么了，老公？老公，快叫救护车！快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快呀！老公，来人啊！快叫救护车！你不能有事！老公，你快醒醒！老公，晨儿，神了！你真他妈神了！新闻看了吗？开发区、核心区全都在咱们那个地上，外面现在已经炸锅了。那些嘲笑咱们的开发商给咱们打电话，你猜报价多少？10个亿！哼，9000万变成10个亿！哎呀，你看10个亿！江总，恭喜，这次精准抄底，足以写进房地产投资的教科书。现在您不仅是金融市场的传奇，也是地产界的神话。10个亿，不卖啊？不，为啥呀？这就已经翻了10倍不止了，落袋为安吧。江总是想自己开发？没错，现在开发区的核心地块，光是增值就已经达到了这个数字。如果我们公司自己操盘的话，建设总部大楼、商业区域以及高端公寓等等，这个利润至少翻个2到3倍。而且，这是我们陈琼集团落地实体产业，打响第一箭。2到3倍，那就是20-30个亿啊！我立刻组织团队做前期可行性研究和方案设计。对了，星月、建国哥，如今咱们公司资金非常充裕，我准备进入下一个赛道。下一个赛道是什么赛道？游戏。加油！爸爸，我通关了！星海传奇太好玩了，制作人林深姐姐真是个天才。没错，她呀确实很厉害，和我们家大宝贝一样。再来一句。来，爸陪你一块儿。没错，游戏是离钱最近的内容产业之一。我最近观察到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工作室，叫幻象科技，很有潜力的。它的创始人叫林深，是一个技术天才，
只可惜啊，没有市场，不懂资本。我去接触做尽调。游戏，可我们都不懂啊。建国哥，我们不需要懂那么多的，我们只要懂趋势、懂人、懂资本，就像咱们买城西的地一样。现在我们要双线进行了，清月，你负责城西那块地的开发筹备和幻象科技的收购。建国哥，你帮我协助一下清月，同时还要建设咱们公司自己的地产和文娱投资团队。我需要在3个月之内，让陈琼这2个字出现在更大的舞台上。好。干杯！姚小姐，最近啊，你是越来越漂亮了，你可真是女流豪杰啊！一夜之间赚了好几百万，这手续都办妥了，这房产证、土地证，还有您的车钥匙。李哥，谢了。哎，对了，听说了吗？江氏集团破产了，成都那块地挖出古墓，赔惨了，反而是陈琼资本成最大赢家，地价涨了10倍不止啊！这可是真正的点石成金。哦，对了，城西那块如果有可以出租的小型商业地块或者店铺转让，面积不用大，位置一定要好，钱不是问题。包在我身上。那我就先走了。好，谢谢李哥。江辰，你给了我第一个机会，现在我有了筹码，我要成为能站在你身边的人，哪怕只是合作，哪怕只是你棋盘上一颗有用的棋子。你好，我找林深。请进。你好，我叫……等会儿。你谁啊？预约了吗？投资免谈，卖代码可以，直接报价。你好，我叫江辰，没预约，过来看一下你的星云引擎。底层物理碰撞，你用的是你自己改良的 GJK 算法，但混合了 SDF 预计算，来优化复杂模型。你看得懂啊？略懂一些。处理动态软体碰撞，你还在用 PBD， 这样太消耗性能。把雅可比矩阵构建放到预计算，用4元数存旋转，能给你节省30%的 CPU。另外，你的抖动问题，约束投影之后加一个轻微的位置平衡就可以。厉害啊！我卡了3个月的瓶颈，你几句话就解决了。不过可惜啊，琴再好也废了，没钱烧了。这地方下个月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江总是吧？你要是冲着引擎来，代码我可以便宜买，但我手底下那几帮兄弟，你得给他们口饭吃。不好意思啊，我不买代码。那你来干嘛？我准备收购幻想科技，团队保留，你继续当你的 CTO， 注资方面不会低于这个数。500万？5个亿。5个亿？5个亿！星云引擎可以全面升级，物理模拟可以，服务器也可以。珊珊，给你买了点零食，还有贴身饮料。你都熬了多久了？清雪，我跟你说啊，有个投资人来了，叫江辰。江辰他竟然看得懂我的引擎核心代码，几句话就解决我的瓶颈问题。你知道吗？他说他出5个亿，5个亿呀！
江辰是陈琼资本的江辰吗？对，就是他。清雪，我的天哪！星河已经有救了，我们的星河传奇可以重做了。深深，恭喜你，运气真好，真是遇到伯乐了。何止是伯乐，简直是知音。你说他这么年轻，怎么什么都懂呢？你认识他，清雪？啊，我好像听说过，是一个很有名的投资家。深深，你运气真好，不过合约一定要看清楚，千万小心。放心吧，只要他真给钱，让我们做我想做的游戏，合约条款合理，我没问题的。好，对了，清雪，你最近怎么样？店里忙不忙？还行。哦，深深，我得先走了，店里忙有点事情。那好吧，谢谢。等我签了第一笔合同，拿到了钱，请吃大餐。好，等你的好消息。那我先走了，拜拜，拜拜。江辰他从炒股到地产，现在又把手伸向游戏，5个亿说投资就投资，他的财富潜力太可怕了，就像滚雪球，一步快步步快。我不能只满足捡一点从他指缝里露出的机会，必须想办法真正搭上他这艘快船。进。江总，冒昧打扰了。杨小姐，有事？江总，主要有2件事情。第一，我是来向您道谢的，感谢您当初的指点。我押上了全部身家，买了那里的房产和地皮，现在利润超过400%。如果没有您当时跟我说的那句话，也没有我的现在。不用谢我，这是你自己的选择和魄力。机会给了所有人，但抓住的人不多。第2件事，江总，您的陈琼资本刚刚拍下了城西的核心地皮。我知道我没有什么背景，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工作经历，但是我在奢侈品行业的这些年，我最懂2件事：第一是如何包装价值，第2是怎么对接高端客户。城西这块核心的地皮，无论您是想做高端商业还是顶级住宅，都需要专业的运营和推广。城西这个项目不缺名校海归，也不缺行业老兵，可是他们不一定有我这样的决心，还有我破釜沉舟的勇气。下周一早上9点，去找地产部总经理赵建国那边报道，职务项目开发部高级专员，暂时负责城西地块的前期市场调研，以及高端客户需求分析。你的第1份报告直接交给我。谢谢江总，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的。杨清雪，我希望你可以记住，在陈琼，你的机会只有1次，向我证明你的价值。明白，谢谢江总。有点意思，看看你这股想往上爬的劲力，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？林总，这是最终版协议，核心条款：陈琼资本出资5亿，全资收购幻象科技。新公司作为独立游戏子公司运营，名称保留。您出任 CEO 兼 CTO， 享有技术决策权，团队全员留用，并享有期权，请过目。江总，协议上说项目的预算和方向都有建议权，但最终决定权在您。如果说呢，我想做个游戏，在您看来不赚钱，我投5个亿，买的就是别人觉得你脑子里面不赚钱的那个东西。我要的是一个能在手机上跑起来、真正的开放世界。你的星云引擎生来就该做这个。您知道这有多难，要花多少钱吗？钱不够了，我可以加，时间我也可以给你，我只要一个结果，一个能重新定义标准的结果。3个月，
我希望看到第一个核心玩法演示。当然能。合作愉快，林总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。绝对没问题。还钱！还钱！还我们2钱！还钱！你干什么呢？把钱还给我们钱！还钱！把你们领导叫出来还钱！江总今天不在。对，不走了，不走了，还钱！把钱给我们！把钱还给我们！还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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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江晨这个王八蛋！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爸怎么样？你爸快死了，江家也快完了。妈，我认识一些朋友，这几天我一直在想办法。这是什么？妈，这就是一些项目上的资金往来。妈，你听我解释。解释。江浩，这是家里最后能动的钱，是你爸留着救命，留着应付最坏情况的保命钱，800万，你一声不吭转到海外。妈，我不是要私吞的，这就是一些资金上的往来。我准备把这些东西运送到海外，很赚一笔，只要1笔就能解决家里的燃眉之急啊！为了这个家，江浩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个家把你害成什么样了？是你买了个坟，债主堵门，你爸现在在医院生死未卜，公司马上就要破产结算，你呢？你在转移最后那点家当跑路。你说的对，我就是要跑，不跑怎么办？不跑等着被那些债主生吞活剥吗？这个家早就完了。是江晨他没本事，都怪江晨这个畜生害的，关我什么事啊？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我说的不对吗？要不是你们当初把江晨找回来，会有这么多事吗？啊！要不是你们对江晨优柔寡断，早点把江晨赶尽杀绝，不会有那些手段吗？啊！你们养了25年的儿子，是个废物。亲生儿子是个白眼狼，活该！畜生！你这个没人性的畜生！我辛辛苦苦养了你25年，我把我所有的爱都给了你，为了你，我把我的亲生儿子赶出了家门，我信你的鬼话！把江家所有的本钱全都赔光，你居然说是我们自找的！江浩，你的良心被狗吃了吗？被狗吃了吗？对，我就是没良心。这25年来，我战战兢兢活在江晨的阴影下，如履薄冰啊，生怕你不要我了，所以我拼命的讨好你。可是我得到了什么？出了事儿，第一个怀疑的就是我。在你们的心里，我永远比不上那个有血缘的废物。苏文清，你给老子听好了，这800万要定了，这家你待够了，你就在医院等着你那个死老头子，等着破产，等着死吧。小浩，小浩，你别走，妈求你了，把钱留下，那是你爸的救命钱，妈给你下跪了，妈给你磕头，你看他妈养了你25年的份上，你别这么狠心好不好？我求你了，小浩，小浩，小浩！我去证明一件事，证明我这个被养废的孩子，一样让你们江家跪着求我。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全球最年轻百亿富豪，点金圣手江晨，你听听，我媳妇现在看我，俩眼睛都放光，
你们知道吗？说我跟对了真龙。赵哥淡定点儿。不过手册数据确实爆炸了，50万的名额3秒就抢光了，服务器挤爆了3次，各大社交媒体论坛都在讨论换届。不只是玩家，全球4大游戏测评机构也给了我们满分，会接近满分。就今天一天，我就收到了17封来自国内外游戏大厂的寻求合作或收购的问询函，其中还有至少5封是替他们家千金打听江总私人联系方式。我靠！哎，真的假的呀？这是哪个大明星啊？啊！我告诉你，你可不能堕落啊！咱们这革命友谊。江总，按照目前的热度和资本市场的反应，您的个人身家估值确实已经突破100亿门槛。下一步是继续扩大换届的公测规模，还是考虑启动融资，甚至上市？融资不上市，至少现在不上。林深，我们的用户对 UGC 的反响怎么样？远超预期。我们预设的创作者优秀激励榜单上线第1天就刷屏了。继续保持服务器稳定。另外，一定要加速后续内容创作以及工具迭代。热度是一把双刃剑，我们捧得越高，有可能摔得越狠。晨儿啊，你就是太稳定，咱们怎么能摔倒啊？我认为啊，咱们就应该坐火箭蹭蹭蹭飞，你知道吗？咱们就应该开一个庆功会，让大家都知道谁是爹。赵总，江总说的对，现在我们更需要稳扎稳打。游戏这个行业，一夜爆红、一夜崩塌的案例可不少。好了，今天高兴，我们不说这个。换届的成功都是各位的功劳，各位辛苦了，咱们一起加油。敬开始，敬未来，也敬我们的船长。干杯！干杯！清雪，清雪，江少，有事儿？我有重要的事儿。你漂亮好多。有事快说，我很忙。清雪，以前是我不对，我现在知道错了。江家虽然完了，但是我还有办法。清雪，你别不信，你跟我走吧。我在境外真的可以弄到很多钱，我有关系，我知道你喜欢钱，游艇别墅到时候随便你。清雪，难道你要跟着江晨那个王八蛋？他就是个冷血动物，他玩你，你就会把你扔了。清雪，只有我对你是真心的，清雪。江浩，你看看你现在这个样子，像一条丧家之犬一样。江家倒了，父母流落街头，你呢，像个阴沟里的老鼠，偷了父母的钱想跑，还想让我跟你一起做什么春秋大梦？江清雪，你我怎么了？江浩，你凭什么？凭你那张被酒色财气掏空的脸，还是你那输光家底的本事，还是你摇尾乞怜像狗一样从你父母那儿偷到的一点棺材本儿？想动手，江浩，现在你碰一下都让我觉得恶心。江晨他是冷血，难以接近，但是他强大，守信，他从来都不骗人。他告诉我城西有块地，我赌上全部身家，我赢了。他给我100万让我离开你，那是我应得的，那是我新人生的启动资金。而你呢，江浩，除了榨干你父母、骗女人、偷鸡摸狗，你还会干什么？清雪，你狠，你真的狠，你会后悔的。江浩，那是我愿意的，你自己好自为之吧，我们再也不见。江晨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
加密协议漏洞，服务器被抄了，玩家数据被污染。怎么样？情况现在有多严重？江总，说重点。黑客利用了引擎一个很偏的插件协议漏洞，权限升级，注入了恶意软件，很多玩家的存档数据都被损坏了，我正尝试修复呢。你需要什么帮助？顶级安全团队还是法律资源？追查源头。技术层面我能搞定的，给我点时间，我能把漏洞修复，把损失降到最低。可是玩家的信任就……信任丢了，就用更好的服务、更硬的技术赢回来。你专攻技术吧，危机公关和后续赔偿公司来处理。深深，江总。杨经理，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？啊，江总，我跟珊珊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了，我听说他这边出了点事，所以我来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。好，有朋友陪着也挺好的。林深，如果你要什么帮助的话，直接打电话给清月或直接联系我。明天早上，我一定要见到一个初步方案。是，江总，我一定搞定。你忙。芷芊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哎呀，这不听说你们出了点事，论坛都炸锅了，我猜你就没吃饭，先吃点东西吧。你不知道，这次麻烦大了，好多核心玩家的数据都坏了。江总投了这么多钱，这才工作多久，出现这样的纰漏？哎呀，好了，你先喘口气，别着急，脑子清楚了才能好好工作。好吧。先吃口东西吧。老公，喝点水吧。文清，你说我们是不是从一开始就错了？陈儿是我们的亲生儿子，可是从他回来这几年，我们给过他什么？别说了，是我们糊涂，被江浩那个畜生蒙蔽了。我们从来没给过他一次真心，没有，一次都没有。我们一直都把他当成了必须认回来的儿子。啊！可是我们都忘了，他也是个人，他有爱，有恨，会痛。我现在好后悔，老公，我好后悔。如果我们当初对他好一点，哪怕像对小浩一半好，咱们家是不是就不会垮？你也不会躺在这儿。文清，报应，全是报应。文清啊，我想见小陈一面，我想亲口对他说对不起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报警，快抓他！报警？报什么警？江浩，他偷家里的古董，偷现金，必须抓他！快报警！不行，老公，他好歹教了我20几年的妈，他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。我们现在报警，他这辈子就真的完了。我狠不下这个心，不行。你这是要把我气死！他走到今天这步，就是因为之前咱们舍不得，不忍心
你是要气死我！医生，老公，你别吓我，我听你的。气死我了！论坛呢？游戏是不是瘫痪了？论坛和玩家流失，对不对？服务器是不是瘫痪了？漏洞凌晨3点被发现，5点前已经被对方技术团队完全修复，备用服务器无缝切换，玩家损失极小，论坛要短暂评论。但官方公告和补偿方案一出，舆论已经平息，你的钱白花了。修复完成？你他妈告诉我那是底层逻辑代码，为什么会被修复？我给了你80万，那是我最后的80万。对方技术水平远超预估，我的攻击被反向追踪了，这个号码和账户不能再使用，交易结束。喂！接电话！江辰，为什么每次都是你呀？为什么？杨浩，你母亲苏文清女士报警，指控你涉嫌多次盗窃家中贵重财物，请你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不，这不可能，这怎么可能？我妈不可能报警抓我，不可能。这是报警回执和部分失窃物品清单的复印件，请你配合我们调查。这是我家的，这家有我的一份的。妈说了，她把这钱用来给我翻身，我是她养了25年的儿子，不可能报警抓我，你们搞错了。法律意义上，他的个人财物拥有处置权和保护权。至于家庭内部矛盾，可以在调查清楚后另行协商或诉讼。现在，请你跟我们走。江辰，连他都不要我了。晨儿，妈知道错了，妈，你让我进去啊！没事，请留步。江总还在里面开会，不会见客人。我是他妈，我是亲妈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抱歉，没有预约，任何人不能进入，请您离开。我就说一句话，就说一句对不起，呀！我就说一句话，你让我进去吧。这个方案你还满意吗？进。江总，你母亲在门外情绪激动，坚持要见您，您看？不见，请他离开吧。明白。清月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对我的亲生母亲太过残忍？我只是感觉她真的很痛苦，很后悔。血缘亲情毕竟是割舍不断的。痛苦、后悔，那是因为江家倒了，江浩跑了，他走投无路才会这样。你说，如果现在破产流落街头的人是我，他会不会为我掉一滴泪？他会不会过来跟我说一句对不起？他现在流的眼泪，不是给他儿子江辰的，而是给那个能够拯救他于水火之中、陈琼科技的江总。怜悯应该留给值得的。清月，你也应该知道，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有些时候，一个伤疤既然结了痂，就不要再硬生生的把它撕开。这不是宽容，这是愚蠢。我明白了，是我想的太简单了。你不是想的简单，你是太善良。你要清楚，在这个世界上，不是所有的人都配得上你的善良。去工作吧。好。这一世
这儿城西新区已经交付了，咱们净挣300亿。你游戏事业部上季利润400亿。川儿，早上那个福布斯排行榜更新了，你们看没看？咱们陈琼集团现在是亚洲首富。现在我媳妇儿教育我儿子都说，你不好好学习，看看你江叔叔。江总，隐身下一代物理拟真算法上周突破了。我刚和新加坡主权基金谈完下一步海外扩张，都是大家的功劳。明年咱们公司重点在于人工智能融合和虚拟现实入口。还是那句话，林深，你的团队预算上不封顶。哎，晨儿说的小目标比老王都轻松。这一次我一定。老李头，看新闻没？就电视上那个首富江晨，那是我儿子，亲生的。昨儿你还说你是慈禧转世了。张首富的妈怎么还在这里要饭啊？那你叫她来接你呗，让咱们也沾沾光，住住大别墅呗。好忙，那么大事业呢，他心里肯定惦记着我。我是他妈，小时候他可乖了，我给他买。哎，快看，这是我老头子10个亿！江晨他爸，我们家以前住大别墅，游泳池那么大，10个亿，公司好几10层。听说你江好像真的是有钱人，家产败光了。首富姓江，同名同姓吧？真要是爹妈，怎么可能扔这儿？我爹，啊，我爹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，妈不要钱，妈老，妈错了，妈真的错了，妈不要钱，妈真的错了。进。你怎么来了？看你这层灯还亮着，就知道你还没走。我还在看第3季度的预报表。你怎么还没走？法务部刚把换届海外发行代理最终合同发过来，有几项条款还需要你确认。又喝咖啡，你胃还要不要了？今天最后一杯了。哦，对了，你吃饭了吗？吃了点三明治，你呢？不会又是外卖吧？外卖那不能够。刚才杨清雪呢邀请我去吃晚餐，她准备请我吃蓝鳍金枪鱼。那你怎么不去啊？我拒绝了。为什么拒绝？因为我啊。清月，你是个聪明人，我觉得有些事情不需要问得太明白了。江晨，我跟着你从无到有，看着你把陈琼做到今天，我理解你的冷酷，我佩服你的决断，我努力的想跟上你的脚步，做你最得力的战友，就像你一直定义的那样，我们之间除了战友的情谊，就没有别的了吗？你说呢？还有什么？还有我在你连续熬夜时会为你担心的心情，看到你成功时比我自己成功还高兴的骄傲，听到别人议论你和别的女人时会不经意的不舒服。你看，我并不像自己以为的那么专业和冷静，至少在面对你的事情上，江晨，我知道你心里装着很多东西，有过去，有未来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世界。你可能觉得感情是你的负担，但我不想只做站在你身后看着你背影的沈经理。江晨，
我想试试，不只做你的战友。你愿意给我个机会吗？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。清源，你要好好休息，黑眼圈都出来了。沈清月，你如果跟我在一起，可能会很累的。我的生活并不总是阳光明媚，而且我不确定自己能给多少你期望的那种回报。我不怕累，至于回报，江总，在商言商，高风险通常对应高回报，而且我看好你这个标的长期价值，我愿意长期持有。好，那我们试试。哦，对了，要不今天晚上我请你吃蓝鳍金枪鱼？